最近一个 AI 视频模型可以说是火爆了全网，影视飓风呢也专门出了一期视频来聊这件事儿。我呢也赶快去试了一下，确实是非常震撼。这里呢是我做的几个视频，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来戳我眼，哎，挡住了。来，你戳我眼。你有病！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我用纯文字描述的动作呢，还是稍微有一些瑕疵。但我相信，如果我多抽几次卡，然后呢去找一些相应的动作参考视频，甚至呢我们去多等一等它的技术迭代，都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到网上对这件事的评价，或者说大家的心理状态，要么是很焦虑，要么是很恐惧。这让我不禁想到了上个月 Instagram 的 CEO 在网上发的一篇长文。这里我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这篇长文的大概意思。就是说 Instagram 现在面临着一个关键的风险，就是真实性正在变得可以被无限复制。这不单是 Instagram 的问题，我相信世界上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过去那些让创作者们变得重要的一切，那些真实感、连接感，拥有一种无法被伪造的声音，现在只要用合适的 AI 工具，都可以伪造得越来越像，几乎无法与真实拍摄的媒体做区分。权力从机构转移到了个人，因为互联网让任何人都能够找到他的受众，信息传播的成本趋近于零，是个人而不是出版社或者品牌，证明了来自人的内容有着巨大的市场。公众对机构的信任跌至历史最低点，我们转而去看那些我们信任的、欣赏的创作者们所拍摄、所写的内容。我们喜欢去吐槽那些所谓的 AI 垃圾内容。现在的 AI 图像和视频确实是比较容易被分辨，因为画面过分完美，人的皮肤呢也过分光滑。但我相信很快我们就会看到更加真实的、更接近实际相机拍摄的 AI 内容。真实性正在变成稀缺性资源。以前大家对 Instagram 的印象是那个方形图片的瀑布流，那些精致的妆容、磨皮、震撼的美景。现在这种瀑布流已经死了，人们早在很多年前就不把个人时刻发在这些信息流里面了。现在主要分享的方式其实是在私信里面，那些模糊的照片，记录日常体验的抖动的视频，拍鞋的随手照，以及那些不怎么好看的抓拍。这种粗粝感、原始的审美正在渗透至公开的内容，并且扩散到各种艺术形式当中。这里边这个 CEO 认为相机公司压错了审美方向，他们在竞争的是让每个人看起来更像2015年的专业摄影师。但在一个 AI 能够生成完美图像的世界里，过于专业的视频反而成了破绽。粗粝感不再是审美偏好，它是一种证据，是一种防御方式。它在表达因为不完美，所以这是真的。然后呢，他会提议仅仅让 AI 内容去做标注可能是不够的，真实内容可能也需要一些证据链的手段来证明它是真实拍摄的。然后呢，说 Instagram 必须以多种方式快速的进化。当然，我对这里边仅有一个观点表示不是很认同，就是所谓的粗粝感。虽然呢，我是一个粉丝量不太多的小博主，但也正是这样的身份给了我创作者和内容消费者这两方面都有的视角。从内容创作者的角度，我相信做那些更加完美的内容是对我观众的一种负责任。而从一个内容消费者的角度，我其实深刻地剖析过我对真实性的要求。最后我对自己得出的结论是，我并没有那么在意它是否完全是真实的。就像我们喜欢看的那些科幻的、奇幻的电影，就像我们喜欢的漫威的故事，像我们喜欢的《指环王》，我们明知道这个故事是假的，这里边的很多呈现是用特效来做出来的，但我们没有那么在意。而我们更加在意的是故事本身，或者说这个故事带给你的那种人与生俱来的情感的波动，而由这些波动唤起的你的情绪和你的记忆，才是我们不停地在内容消费上去追求的东西。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应该要求 AI 内容的真实性，因为现在网上已经有很多用 AI 来骗人的内容，但我们并不能
因为需要限制 AI 的真实性，就强迫要求真实的内容也给自己打上标签，这就相当于让我们真实世界的每一个人都陷入了自证陷阱。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可怕的倾向。而从我个人而言，我希望做出那些更加令人感动的、更加真实的内容，给你提供一个可靠的信息，经过我验证的东西。虽然这种东西在 AI 时代可能非常脆弱，但至少我觉得这对得起我在做这件事的初心。其实最近的中文互联网上流行过一个词，叫做活人感。我觉得这种所谓的活人感，就是在这个时代对抗 AI 的大家最本能的表达。当然，这也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去更加谨慎的去看待我们每天所消耗的内容，尽可能的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查证，然后呢，找到你自己的可靠的消息源。没有必要对 AI 的来临抱有如此大的恐惧。甚至我看到已经有很多人在网上兜售所谓的针对这个模型的提示词文档。我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去自己试一试，这个真的非常简单，不需要任何专业的技术，你试几次，多抽几次卡，就会得到你满意的结果。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甚至有可能在今年之内，所有的AI 内容，所有的 AI 工具都不需要我们去掌握某些专业的说话方式。而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另外一种论调，就是那些博而不精的人在 AI 时代是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我个人使用下来，我依然觉得你需要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这不意味着你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学习去对抗 AI 的进步，而是你需要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你才能用这样一个工具去提高你的效率。否则你就不是那个真正在使用 AI 的人，而是被 AI 束缚、被 AI 欺骗、被 AI 奴役的那些人。当然 AI 的存在可以极大的提高你的效率，可以帮助你扩展你的广度，但你在某一个领域的深度体验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事情。回到自媒体这件事，我觉得接下来所有的自媒体平台可能都会像 Instagram 这样发生一些转变，大家会更喜欢去看那些更加真实的内容。而我们需要做的无非是更好的生活，更好的体会每一个当下，然后把这些真实的体验转化成内容，无论是否通过 AI 这样一个工具。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说的可能会有一些沉重，但是我最真实的想法。马上也要过年了，这里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也发现了这个视频模型在新年期间一些有意思的玩法，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给我点点关注啊。那么今天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啦。